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姚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看到我现在素颜，应该就知道今天是要来化妆的。我买了大概将近3000块的东西。我原本只是要买这3个眼影盘。因为我想说，夏天要结束了，赶快抓住夏天的尾巴。因为我频道是在6月成立的嘛，然后你们也知道6月是 Pride Month， 然后我原本想要画彩虹妆，但是我抽屉打开来都是紫色、粉红色、红色那系列的颜色，因为我不喜欢大地色嘛，所以呢，我都是收集就是这种粉嫩的颜色，然后来画烟熏妆。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其他比较鲜艳的颜色来画一个彩虹妆，然后我就看到网络上有人在卖这3盘，就是 ColourPop， 我就买了。然后我今天想要画一个蓝绿色的妆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蓝色跟绿色在我脸上画起来很容易看起来脏脏的。但是我在第一支影片有讲说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变得有自信，一起越来越美，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就是突破自己，然后尝试一些我之前没有用过的技巧，就是我看影片都有很多人在用，但是我自己都还没有尝试过，所以我要赶快跟上大家的脚步。那我们就边化妆边聊。我看有人在大推这一个，然后我去我家附近的屈臣氏，他们居然还有囤货，所以我就买了。然后他是说你可以上粉状的跟液状的彩妆，所以我今天想要用它来上粉底。摸起来感觉很塑胶，但很滑哦，而且它真的蛮大的。我今天想要用雅诗兰黛的粉持久，这是我这个混合偏油，我居然到现在都还没有用过粉持久，所以我就去柜上拿试用包。可能会太白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来看它持妆能力有多好。然后我想要用这个粉扑来上看，不知道会不会失败。蛮水的啊！我忘记我要先用遮瑕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另外一只眼睛再来补救。我觉得用它来上粉底有点太毛了，而且你看，就是它也不是吃粉底，但是这个海绵就被粉底弄湿了，而且没有那么好推开。而且我前几天有用 A 醇，所以我现在脸其实有一点脱皮。它没有不好上粉底，但是就是表现普通。我今天原本想要先用遮瑕膏来校正我眼下，趁现在还没有太晚的时候来补一下。想要试用看看这个手法。然后我们再来继续上粉底。我想今天粉底应该会看起来很失败，因为我脸在脱皮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只是要测试它的持久度而已。而且超多人在网络上有在卖他们2手用不完的粉底液。我上次脱皮的时候，我也有用过粉底，然后整个就是惨不忍睹。所以我今天的方式，我就是用暗的，我不要去这样子，我就是用点的，然后把粉底点进去，才不会把那个死皮给拉起来。然后我个人是不会用粉底液在眼皮上的，因为我觉得那很容易积线，然后很容易就是让眼皮出油。但是你想想看，粉底液这个东西应该要很持妆，那它应该可以抵抗油眼皮吧？但是我从来不敢相信这件事情，所以我都还是一定用眼影打底。就是如果我出去，万一那个粉底撑不住我的眼妆，然后整个这样子溶解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冒这个风险。目前我看起来我还蛮喜欢这个底妆的耶，
在我脸脱皮的表现下，它没有表现很糟，而且它没有收干的感觉，但是感觉蛮服帖的。就是用海绵这边死皮有被拉起来，但是我用粉底刷的这一边用剪的方式，它其实没有看起来很恐怖。死皮就是这里，还有这里啊！我忘记做一件事情，我应该要先擦护唇膏。我去克兰诗拿了他们美唇油的试用包，长这样，它其实就是塑胶的，然后你要把它这样转开。我觉得这个棒状的东西很讨厌，因为它整个是塑胶的，所以它其实勾了很多在这里，所以你拉起来的时候呢，你要把那个残余的这样子刮掉，不然你这样子插回去的话，它会整个这样子涌出来，所以你要把残余的给它刮掉。你看它爆出来了。但由于这个美唇油，我觉得它是有颜色的，所以我是不会在睡觉之前擦，因为我觉得会有色素残留的感觉。而且那个美唇油它感觉比较厚重，所以我就是有点像是白天厚敷。我没事的话，我就是擦上去，然后过了半个小时，我就会把它用卫生纸抿掉，这样子。它很香。我就是不喜欢这种厚敷的感觉啦，所以我自己是会把它抿掉的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它非常保湿，那我觉得它可以蛮持久的。但是你多少喝东西、吃东西，它还是会掉。那蜜粉的话，我们就拿这个来试试看。哦哦，哦，我整个把我的蜜粉给洒出来了耶！我是白痴，来吧。然后我拿的是我常用的香蕉蜜粉，因为呢，我觉得这个粉底太白了，某种程度上我想要让我自己的脸变黄一点。但它这个真的很大块耶，好好用哦。那眼下的话，我们先不要那么计较，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白了。但这一块还蛮好用的，但是我刚刚上的位置不对，我刚刚上到中间，所以我应该要把蜜粉放在这一块才能这样上，不然它其实下面这一块其实是用不太到的。我要买一个这个蜜粉饼，因为它是粉红色的，我想要把它拿来当眼下这边的提亮，就像是有些粉红色的蜜粉，有些人会把它拿来 bake 在眼下，然后可以让眼下这一块提亮。我这两颊比较凸，这边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凹进去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它打蓬出来这边，所以我的颧骨看起来就不会很大。相对来说，我的颧骨比一般人的再更突出，所以我希望它看起来可以小一点。然后我买的是无盒版的哦，我直接摸到这个粉饼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它这上面有个塑胶片套着，没有，我刚才就直接摸到那个粉了。它长这样，很可爱。然后它有送一个粉扑，但我今天应该是不会用到。那我就拿我常用的 Zoeva 的蜜粉刷。诶，我整个失色诶，我以为它是有盖子的。这粉看起来蛮硬的，有感觉就是这块比较黑吧。那我们把两边都补起来。好哦，觉得还可以。我会再继续用，可能下次我拿粉扑，然后把它其实粉蛮硬的。我刚才搓的时候没有什么飞粉。先来画个眉毛好了。其实我们平常眉毛是画完眼妆才会画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买错了，我不应该买染眉膏，我应该要买那个 brow soap， 就是那种比较黏然后透明的，然后它是可以固定我眉毛形状的。因为我的眉毛它这一块它不是往上长的，它这一块是这样子横的，所以这边看起来就会一大坨。然后我是想要把它，希望它可以这样子
往这个方向长。但是染眉膏其实还是不能做到这件事情，因为染眉膏其实让你画完眉毛之后呢，可以固定那个颜色。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固定我眉毛的形状，而且我真的蛮少画眉毛的，所以我画眉毛的技巧没有很好。但是我眉毛因为我发色的关系，所以我都是用灰色的，偏灰色的。我不会用咖啡色的，因为我曾经有用过咖啡色眉毛，看起来很突兀。我刚刚去镜头底下把我的眉毛跟修容完成了，然后我现在要来帮我的眼皮打底。我今天想要尝试用这个遮瑕蜜加蜜粉来打底这只眼睛，然后这边我就使用我一般的眼影打底，然后来比对。反正我今天没有要出门。右边眼睛呢，我们就是用 NARS 的遮瑕，然后我会在整个眼皮，就是到眉毛下面，还有非常接近睫毛根部的地方。然后不要忘记，就是下眼睑打底要打到的地方，就是你眨眼的时候，睫毛会碰到的地方都要打到，因为睫毛膏可能会晕开。非常靠近睫毛根处的地方，是因为你有眼线，眼线会晕开。然后这边眼角也要。然后如果你是会在眼头打亮的，那眼头打亮的地方也要打到底。用蜜粉来定一下妆。那左边呢，我就是拿有颜色的眼影打底。我觉得 NARS 那个没有颜色的比较好用。我刚刚又去把这边眼影打底给完成了，因为呢我又被打断了。然后我刚刚用的是这个 NARS 有颜色的，我觉得就是无色的这一款，我觉得它不需要用蜜粉来定妆就可以蛮持久的。然后有颜色的这一款感觉需要蜜粉定妆，但是没有颜色的它就不能校正暗沉，所以你之后可能要上一层浅色的眼影。无色这一款，我觉得它的功能是比较像是让你的眼影可以让你好好的待在眼皮上。那至于显不显色，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很大的不同。这个有颜色的就当做可以眼皮校正，因为我的眼皮真的蛮暗沉的。然后之后会再上蜜粉，希望可以让它更持久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两边这样比对，看哪边持久。我手边有这4盘 ColourPop。一个是这种粉色的，然后我今天就不用这一盘，因为这一盘我已经用了蛮多次了，之前录影片的时候有用过。然后这一盘黄色的呢，我今天也不会用，但是我想要下次录影片的时候用。蓝色的眼影我今天想要画的是 Halo， 蛮久没画的。然后我看这2个雾面色深浅看起来蛮有差别的，所以应该可以很适合画 Halo。而且它在刚刚这个盒子，我刚刚只是这样子开个2次，然后它的这个亚克力板就断了，所以我现在这边就有点坏掉了，哎，讨厌。然后呢，这边眼睛我要用绿色的，但是绿色就是一般渐层的，从浅到深这样子。我画眼妆的时候，我不是从深到浅，我是从深到浅，因为我眼褶关系，我没有办法是从下到上这样子，因为其实基本上这样子靠近睫毛的地方根本就看不到颜色。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个眼影盘。那我先拿这个比较扎实一点晕染刷，然后用这个浅色的蓝色来上在我眼皮的后1/3处。而且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有 hooded eyes， 就是眼褶不是那种很大的双眼皮，它就有点像垂下来的。你如果是新手的话，你可以先眼睛睁开，直视前方，点在你这个眼褶的上面，因为你一定要眼睛打开，你是希望能看到颜色的，所以你要点在你这个上眼皮是没有折进去的地方，是这样，
可以点一点，然后就知道你等下这个弧形要怎么画。那我自己因为我已经化妆很多年了，我知道我这样子眼睛打开来，我的那个颜色要上多高，我这样子直视前方，眼折进去的时候才会看得到颜色。有点卡色，然后我会把它往前推一点，不要推太多。然后界限这边我们先可以不要这么的精准，就是先把颜色晕开，再上到前面1/3的地方，然后一样也是，就是这个弧形这样子会碰到的地方，所以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。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眼睛凹进去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其实我的弧形是要这样子。就大概是你这样子眼睛戳进去的地方，这个弧形这边这样子，我将眼睛打开来，你是还可以看到颜色的。有点卡色，卡在前面这上面这一块，因为我刚刚没有立刻晕开，然后中间的地方不要上到。那我拿精准刷来沾这个深色的。这个看起来有点蓝灰的，然后我们上在这个1/3处的下半部，然后拿刚刚的晕染刷稍微晕开一点，然后前面这一个也是这个1/3的下半部，也是上刚刚那个蓝灰色，然后也是稍微晕开来。然后我们拿这种像是半圆形的刷子来上这个浅的亮面色，然后上在中间这个1/3的地方，然后再把它跟两边的雾面色稍微这样子让它们融合在一起，才不会看起来是3块。这个亮面色有点荧光诶，好美哦！画起来就是这样。然后如果觉得这个深色不够的话，可以再稍微补强一点，然后一样把界限晕开。下眼睑的话，我也是拿一个比较蓬松一点的精准刷，我想要用这个亮的蓝色，然后画在眼尾下眼睑后1/3的地方。哇，好美哦！前面的话，我就会沾可能这个浅色的蓝色吧，然后把它整个跟后面的晕开。眼线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一起画。那左边的话，我现在来上这个绿色的，先拿这个浅的绿色来上在刚刚一样，这个浅蓝色就是后面1/3的地方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会有点向前晕，晕到2/3的地方，但是只是往它的那个 crease 晕而已，不是整个眼窝处。这绿色好美哦！天哪，喜欢。然后拿这个精准刷来上这个深绿色，这个深绿色我也是上在这个后1/3的下半处。然后如果你想要让前面看起来更深，你可以稍微也是往前带一点点，有点卡色，来晕染一下。这个眼影盘其实我有用过一次，我觉得今天比较卡色，但它基本上比较没有那么卡色啦，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。然后我们拿这个刷沾上面这个浅的亮片色。我觉得今天有点卡色，是因为我把眼皮收的有点太干了。这绿色这样上好美哦！我是一个不喜欢用手指头上亮片色的，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手指头弄脏的人，所以只要是能用工具上，我尽量用工具上。然后一样就是可以把这个界限晕开，好美。
下眼睑的话，我想要拿这一个比较深的亮片色，然后先从中间开始上，因为它这个深一点的亮片色也是很荧光，所以我不知道上起来会多么的可怕，但是看起来好像还好，就是有点荧光。那后面1/3我是拿这个浅的绿色，因为我不想要让我整个妆看起来太烟熏。然后上在后面1/3的地方，就是眼角这边也跟上面连起来，才不会看起来是一个断层。蓝色这边呢，我今天想要用那个 Bobbi Brown 的金属眼线液，蓝色的，来搭配我这个蓝色。然后绿色这边呢，我想要拿我新买的 Solon 黑色眼影，这个色号是45 Luster， 这个眼影是有一点亮亮的。那我就拿一支眼线刷，然后我就是这样子沾，让它都在头上。然后我会用这样子，像是在盖印章的方式，我不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点点点点点。然后我先从中间点起，不过的话就是再继续沾这样子。然后用这种方式的话呢，如果你是一个不会画眼线的人，你只要就是盖一样高，它就是一样高一样粗。那你眼尾要拉的时候，你就不用这样拉，你就是盖你想要的角度。而且你像是这种垂眼皮的，你就是眼睛睁开来，直视前方。你盖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你要什么角度。然后你就可以稍微把眼睛这样子，你可以看到你哪里需要补，然后一样用盖这样的方式。我刚刚盖的有点太高了，重盖一个，盖一个平一点的。然后你眼睛张开来，就可以看到盖的地方哪里有空隙，你可以把它补起来。前面也不要忘记。把睫毛根部补一下，这方式可以让你的眼线不要看起来那么锐利，所以看起来就是这样。我今天想要用这个 Essence 的 Lash Go 来上我的睫毛，我想要让我的妆看起来更精致一点，所以我先去烫睫毛。好，我刚刚去把睫毛烫好了，但我睫毛膏也上好了。这支真的还不错欸，因为我买的是浓密型的，它真的有让我的睫毛变粗。而且我的下睫毛其实蛮细的，它看起来是有分量的。哦，这边我要讲一下，就是我刚刚画眼妆的时候，我有先把灯调暗，因为我觉得灯太亮，稍微有点吃掉这个眼影的颜色。觉得那个美唇油开始有点烦，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眼妆。然后我还有几样东西，就是刚刚那个脸上的打亮腮红都还没上嘛。然后其实我还买了这一个双眼皮贴，我今天没有贴，因为其实我只有在学化妆第1年有用过双眼皮贴，而且我用双眼皮贴的时候会看起来很凶，因为我的眼睛跟眉毛间距很近，如果双眼皮贴的话，它会变得眼皮会看起来更短，然后会整个看起来很凶很锐利。但是呢，因为我想要校正我这个垂眼皮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要重新来用用看双眼皮贴，看可不可以让我这边眼睛比较不会那么折进去，然后眼垂这边比较不会那么垂，想要调整眼尾的地方。然后一起买的我也买了一个叫做 Zent 的中国的牌子，因为我看到这个双眼皮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底下有推荐这个，它是号称 PK107 的平替版。然后我出国这么多年，居然 PK107 就停产嘞，我根本还没有用，然后我现在就买不到了。
所以我就只好买这个来过过瘾。它的粉很细耶，然后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亮亮的。然后白色这个它是说是另外一个雾面的打亮色的平替，两个放在一起长这样。那我就拿 PK107这个哦，刷子居然被我刮下一层。我先不要用太多，打亮在这个眼下。哇，它非常显色诶，看起来很蓝，有吗？那另外一边我想要用其他东西，白色我想要拿来打亮眼头跟我的鼻子。还可以，沾一点点的话不会看起来那么的突兀，因为有些打亮亮粉色的会看起来很突兀。而且我喜欢它这个雾面的打亮在眼头，也不是那种很死白的感觉。我有看到有人说它其实没有这么平替，但是我觉得下手不要那么重，你只是要很细微的话，你就是下手轻一点，然后用它。然后我逛屈臣氏的时候，我就突然看到这个Misha 的棉花糖腮红，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紫色，我就觉得哦天哪，我一定要买！这紫色在相机前面非常的不显色，这边有点紫，然后到有点橘，有点粉这样子。这个渐层色全部弄在一起的话，看起来非常的不明显，完全无法看到它的颜色诶。但是因为它非常的细微，所以我想要拿它来打亮我这个眼下。哦，好，可以看得出来它有一点粉红，但是我觉得有提亮的感觉，就看起来这边没有一道那么黑色那么深。然后我觉得我的粉底在这个法令纹的地方稍微有点浮起来了，有点油，所以我想说就拿这个沾一点点，然后用在法令纹那边打亮法令纹，好像有点红，哈哈，用刚刚那个白色的。好，我下手有点重，它有点太白了。最后，我买了3个 Himi 的腮红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绒布套很好，它非常的止滑。然后我买的色号是01 Nude Beige， 它是有一点点偏橘，有一点点亮片色的感觉。这是刚刚那个粉红色，然后是这个01，它有一点点亮片色，有点非常的肤色。然后我想要把它拿来打亮在我的太阳穴，一点点就好，因为 Himi 的腮红真的蛮显色的。然后我还买了05，它叫做 Poppy Wine。我之前一直在看这个颜色，因为我以为我自己有很像的。它这个红色真的很美，镜头前它看起来有点橘，但它其实它本人是比较红一点的。然后因为它这个颜色其实很深，非常显色。所以我今天就不会用在我的脸上。我觉得我眼妆已经够夸张了，再用这个颜色的话，就会看起来有点恐怖。然后我还买了08 Soft Tan， 它就是有点奶茶色。我没有奶茶色的腮红，看到网络上有人推荐这个颜色，我就想说，我需要这个在我的 collection 里面。它也是非常显色，这个。而且它是雾面的，刚刚这个 Poppy One 也是雾面的，而且是非常显色，就是你轻轻沾就好。那我们就拿08这个奶茶色的来上脸，我沾太多了。我这个 PK107的眼架真的看起来超白的，好可怕哦，好反光。这边就还好。好，我觉得我腮红下手有点重。我这次没有买唇膏，所以我就随便拿一个稍微比较接近我唇色的唇膏来遮暗沉，来完成这个妆。因为唇膏真的不需要再其他颜色了，不然会看起来很恐怖。然后我用的是 NYX 它这个气垫唇釉，
然后这个唇我就没有要让我的唇形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让它越柔和越好。那我们今天的妆就完成了。然后有一些是我去屈臣氏买的，然后有一些是我网络上买人家二手的。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，因为我觉得 ColourPop 真的粉质蛮好的，也很好上手。我觉得它也很持久，然后颜色也很显色，但是它不会到那种很恐怖的显色。就是如果你不要沾那么多的话，它就不会那么很夸张的显色。因为我喜欢显色的程度，就是有点介于在美国跟日本中间，因为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非常不显色，然后美国就是太显色，有点太夸张。那我就是喜欢介在中间。这个我可能是晚上，或者是有特殊场合，可能就会用这个眼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绿色真的很美。我觉得蓝色多少，我还是看起来有点脏脏的，可能是心理因素。但绿色我觉得很美，我可以驾驭。然后 Himi 的腮红我也觉得很值得买，但是下手要非常的轻。然后至于这一个平替的，我觉得就是看你，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买来玩一玩，然后你可以驾驭得了这个粉红色的话，你可以买来试试看。然后这个腮红的话，我觉得它颜色蛮浅的，所以你可能要小心。如果把它当成腮红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有点太浅。如果你只是拿来打亮眼下，然后一些其他让它有种浪漫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适合的。那今天我们化妆就化到这里，然后我想要测试这个雅诗兰黛它的持妆度多好，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讲它变得怎么样。请忽略我的睡衣。现在大概过了5个小时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鼻头还有这一块都已经脱妆了，还是脱妆。我的两颊比起我的鼻头相对来说比较干一点，会看到有点出油，但好像没有特别浮粉。然后口红刚才吃东西所以就擦掉了。然后我的眼下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干的，我眼下有提亮的地方可以看出来这边有个界限，就是这边是干的，然后这边是有出油的。所以这样来说是因为粉红色的蜜粉饼吗？还是我其他上的一些提亮的腮红还是什么的？两个眼下都是干的诶，那说不定之后那个蜜粉饼我会拿来上看看全脸。如果我的底妆不是上那么白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考虑拿来上全脸。眼影看起来还可以，也没有掉，两边看起来其实都差不多。然后睫毛膏也没有晕开，然后我的睫毛也没有塌下来，就还是一样。倒是我觉得这个睫毛膏有一点点小黏，因为我的睫毛我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。像我用 Kiss Me 的睫毛膏，尤其是左边，会有些时候它们会这样子，会黏住的感觉。然后这个睫毛膏也有让我有这个感觉，那可能是我没有刷好。但是你也看得到它没有晕开。Bobbi Brown 这个眼线液，我觉得本来它就很持久，所以你也不会看到我下面有晕开。倒是我觉得黑色的眼影当眼线，中间这边已经有点不见了，但是眼尾还在。边应该多少还是有出油，但眼妆看起来还没有掉色，不错。额头也可以看得出来有点脱妆。这个脱妆有点可怕诶，是我的问题吗？应该是。再看一次，大概就这样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然后我们下个礼拜见，ciao。